这是4辆乐高 F1， 而这是2辆国产双音咔哒 F1， 全部都是正版授权的1:8 F1 套装，它们的到手价从300多到1300多不等。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？通过本期大横评，我们就来看一下哪一款才是最值得入手的1:8 F1 套装。按照套装的发布时间先后，这6款 F1 分别是乐高42141迈凯伦 MCL36、咔哒64005阿尔法罗密欧 C42、乐高42171奔驰 W14、咔哒64010索博 C44， 以及我们刚发过深度评测的2款乐高3月新品42206红牛 RB20 和42207法拉利 SF24。首先，通过基本面的对比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虽然同为1:8的 F1 套装，但从零件数来看，零件数最多的索博 C44 比零件数最少的法拉利 SF24 多了足足有 88%， 另外也重了 56%。整体上，咔哒的2款呢，在零件方面确实比乐高的4款要多出来不少。当然，如果我们把它们摆在一起，这6辆 F1 在体积上给人观感上的差别呢，其实并没有达到 56% 或者 88% 那么明显的差异。相对来说，车辆的长度数据更能够反映它们在体积观感上的差别。这6辆 F1 从大到小就是这样的顺序。70厘米长的索博 C44 仍然还是比法拉利 SF24 大了 15% 左右，是的，也只有 15%。那么多出来的零件用到哪里去了呢？别急，我们这里先看一下官方售价和目前的到手价，其中 PPP 呢就是每片零件的单价，乐高的4款在5毛7到9毛8不等，而咔哒的2款则分别是1毛8和2毛7。当然，25年的这3款因为刚上市还没有太久，所以后期肯定还是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的。不过整体上，如果按照 PPP 或者 PPK 来计算，乐高的价格呢差不多是咔哒的3倍到4倍的样子。那么大家觉得这个价格差是太大了呢，还是不够大呢？功能和设计方面，首先是悬架设计，这6辆 F1 的原型车的前后悬架分别是前拉后推、前推后推、前推后拉、前拉后推、前拉后推和前推后拉。其中乐高迈凯伦和咔哒索博这2辆 F1 呢，和原型车并不是一致的。以及乐高迈凯伦和奔驰存在悬架支撑性不够的问题，放久了大概率会遇到像这样直接趴在地上的情况，也就是按也按不下去，弹也弹不起来，推起来甚至还会有一种在地上摩擦的感觉。咔哒的阿尔法罗密欧 C42 则没有上面这2个问题，但是悬架的拼装难度呢会比乐高稍微大一点。所以综合来看，在悬架方面表现最好的是乐高的法拉利和红牛，其次是咔哒的阿罗 C42， 而其他3辆都有一些问题。那如果不考虑原型车一致性的话，咔哒索博 C44 其实本来也是不错的，而且还是全新设计的悬架结构。总之呢，就是感觉有点遗憾了。其他功能，转向和方向盘联动、V6 发动机联动，这2个功能呢，6辆车子都是有的。不过6辆里面只有咔哒的索博 C44 和乐高红牛 RB20 做到了在车辆转向的时候，前轮叶片可以和前轮同步运动，而其他的4辆呢都是被固定住的设计。再看变速箱，只有乐高最新的这2款法拉利和红牛加入一个非常简单的2档变速箱。然后是 DRS 尾翼，其中只有咔哒索博 C44 是6辆里面唯一1辆通过连杆联动做到可调 DRS 尾翼的 F1。而其他5辆呢都是手动直调，也就是直接掰。最后是易拆卸后盖，6辆里面除了稍早期的乐高迈凯伦和咔哒阿罗 C42， 其他4辆呢都支持后盖的快速拆装。所以通过对比表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，在功能方面表现比较好的主要就是乐高的2款新款以及咔哒的索博 C44。按照发布时间，正好呢也都是2025年最新发布的这3辆。那么接下来来到外观对比环节，过程中大家可以把自己觉得设计最好的打在公屏上哦。整体轮廓比例、鼻锥和前翼、前鼻、Halo 人字拖、侧箱、背鳍、尾翼、车尾灯和扩散器、稳丘里底板。那对比下来，虽然外观好不好看是比较主观的问题，但具体的设计风格和手法，我们其实会发现双音咔哒和乐高呢，确实是存在非常大的差别。整体来看，咔哒会比较追求模型级的还原，在外观特征的还原方面会更具象一些，哪怕为此做出一些别的方面的牺牲。而相对来说，乐高呢则会稍微抽象一点，
但会更加注重外观、拼搭体验以及牢固度这3点之间的平衡。比较典型的就是咔哒的2辆都对 F1 文丘里底板进行了比较完整的还原，而乐高的4辆都只是对分流板进行了搭建。以及还比如乐高3年4辆 F1 都只停留在对前轮的上方叶片进行还原，而咔哒的第2辆也就是 C44 就已经对整个前轮叶片进行还原了。类似的地方还有很多，比如前翼、专门开模的黑裸人字拖、后视镜，还有角度创建非常复杂的侧箱等等。另外呢，这也是前面提到的为什么咔哒的零件数会多出来很多的原因。而乐高这边在整体流线比例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就是迈凯伦和红牛了，而奔驰和法拉利呢，在人字拖前面都有一块鼓起来的面。此外，奔驰的整个鼻锥相对于另外5款并没有那种比较修长的感觉，而法拉利的鼻锥前沿的半圆形曲线也没有得到搭建，并且整个鼻锥看起来似乎有一点短了一点的感觉。总之，如果不考虑积木品牌，也不考虑原型车 IP， 大部分玩家呢应该还是会把外观票投给咔哒的。但是咔哒的这种搭建方式，在综合拼搭体验和牢固度方面，确实是没有乐高表现的那么稳定可靠。比如 C42 的侧箱基本以砖块类零件为主，虽然谈不上特别容易松脱，但是如果受力的话，这里还是有脱落的风险的。C44 的侧箱则基本是科技面板的复杂角度创建，虽然没有那么容易脱落，但固定方式偏软，拼的时候也没有乐高那么省心。另外，整个前鼻呢，可以看到也是非常软的，虽然也都没有大的问题，但要和乐高这几款比的话，确实拼搭体验和牢固度呢是要稍微差一些的。当然，在国产积木套装中也算是不错的了。好啦，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对比一下这几款套装的产品化基本面。首先是轮胎，除了乐高42141迈凯伦采用了蝙蝠胎，那其他5辆呢全部都是光头胎，而5辆里面除了乐高42171奔驰 W14， 其他4辆呢全部都是印刷件轮胎。此外，咔哒的2辆都做了前窄后宽的轮胎设计，以及印刷件轮毂，而乐高呢所有的轮胎都是前后一样宽的。另外，只有法拉利是印刷件轮毂。针对 F1 车身的灵魂广告，6辆里面只有咔哒的索博 C44 是全印刷件，而其他的5辆全部都是采用了贴纸方案。再加上印刷件名牌以及开篇彩图等等这些对比下来，可以说堆料方面咔哒确实是做得非常的用心。好啦，那么到这里，这6辆 F1 的对比就做完了，希望能够给大家，尤其是新玩家带来帮助。在横评表之外，我们这里也针对这6辆 F1 分别做了一个5维度评分，供大家参考。那本期视频也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